罗盘有诈，人们都意识到是那罗盘吸走了楚风的结界之力。原来这一切都是孔田会布的局，这下可糟了。此时不少人都替楚风感到担忧，毕竟他们都知道楚风的修为其实还没有到达尊者境，他能够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靠的都是结界之术。现在结界之力释放不出来，楚风的战力便无法发挥。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就太晚了。我这罗盘是专门克制界灵师的，楚风不仅无法施展结界之术，界灵大门也无法张开。而我很清楚，楚风能夺得祖武十星第1位的排名，靠的其实就是他的那只来自修罗灵界的界灵。那界灵的确厉害，我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才让你来到这罗盘上与我交手。楚风，现在你知道我为何说你输了吧？孔田慧看着楚风，眼中满是得意之色。孔少爷，你这样做的话，胜之不武吧？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我只要胜，至于武不武的，小爷不稀罕。孔田慧说道。此时人们才意识到，这孔田慧虽然天赋不错，但是人品似乎不怎么样，这简直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甚至无耻到了一定境界。孔少爷，就算你凭借着罗盘胜过了楚风小友，但实际上你也不是他的对手。离开这罗盘，你根本无法战胜楚风，这一点你自己也清楚。你今日就算胜了，又有何意义？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淡台引剑说道。而这其实也是大部分心中的想法。可是那孔田慧却是无所谓的样子，说道：只要胜过这楚风，便足矣。可就在此时，楚风却是忽然大笑起来。你笑什么？孔田慧问道。孔少爷，真是抱歉了。楚风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孔田慧更是一脸的迷茫。我先前其实是故意的。楚风说道。你故意什么？孔田慧脸上的迷茫之色越来越浓，不仅是孔田慧，就连在场的其他人也是被楚风的这番话搞得有些迷糊。不明白没关系，你马上就会明白。楚风笑得很是诡异，随后身形摆动，猛然一拳轰出，武力如潮水一般喷涌而出，只听砰的一声，便将猝不及防的孔田慧直接轰出了罗盘。这气息是一品尊者。此时莫说大千上界以及楚氏天族的人大吃一惊，就连淡台天族等各方势力也是大吃一惊。但要说最吃惊的，却要数那孔田慧。怎么会这样？你的修为不是5仙境吗？孔田慧一脸吃惊地看着楚风。我的修为在九龙上界的时候的确是5仙境，准确来说是7品5仙，但我的修为就不可以提升吗？楚风说道。你放什么狗屁！孔田慧气得脸色煞白，他根本就不相信楚风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7品5仙突破到1品尊者，毕竟这时间也太短了。事实上不仅他不信，其他人也不信。人们都觉得可能从一开始楚风就隐藏了修为，但已经无所谓了。不管是楚风之前就隐藏了修为，还是后来突破的，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楚风此时此刻已经将孔田慧轰出了罗盘，这场对决是楚风胜了。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楚风无奈地摊了摊手，真是想不到你竟然还藏了一手，看来是我失算了。事到如今，孔田慧再不甘心，可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他终究还是败了。但这孔田慧似乎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脸皮厚。再叹息一声后，他竟忽然笑了。不过让你在我手上吃了亏也是不错。吃亏何以见得？楚风问道。和你结界之力被罗盘吸收，不好受吧？孔田慧讽刺地问道。还好吧，毕竟早有准备，所以也没什么。楚风说道。早有准备？你这是什么意思？孔田慧目露不解。就是早就看穿了那罗盘有问题，我是故意释放那结界之力，被那罗盘吸收的。楚风说道。放屁！你少给自己的大意找借口。孔田慧一脸的不信，可楚风却是无所谓的道。我没必要为自己找借口。那你说，你为何知道罗盘有问题，还故意那样做？你给我一个理由。孔田慧问道。很简单啊，我要不是那样做，又怎么会让人们知道你孔少爷是一个多么无耻之人呢？楚风说道。妈的，你他娘的算计小爷！此时孔田慧恍然大悟，但是他却气得发抖。小爷要你狗命！忽然一道雷霆涌现，夹带着磅礴的杀意，向楚风直奔去。那雷霆乃是紫色，不仅耀眼，且威势极强。最重要的是，当那紫色雷霆出现之后，孔田慧的修为也是从1品尊者提升到了2品尊者。紫雷神铁。此时淡台引剑以及楚氏天族族长等人都是神色一动，他们知道那紫色的雷霆乃是孔田慧的天赐神力。紫色的雷霆覆盖全身，威力极强，而天赐神体的力量强弱与拥有者能力相关，实力足够强大之人完全可以提升1重修为。神体王城的人本就对天赐神力的运用掌握得极好，孔田慧这样的天才能够提升1品修为，也是在众人所预料之中。可人们没想到，在运用天赐神力提升了1品修为之后，其战力居然还得到了增强。一拳轰出，虚空都被震碎。然而一拳轰出之后，孔田慧却是将那不爽的目光投向了身后。你这家伙！原来楚风不仅躲开了孔田慧的攻势，此时还站在了孔田慧的身后。不过在楚风的额头之上却涌动着神字雷纹，在神字雷纹的衬托下，楚风的修为也是从1品尊者提升到了2品尊者。正是如此，楚风才能躲过孔田慧的攻势。但孔田慧其实早就听闻楚风是掌握着神罚玄功，并且能够提升1品修为的，所以只是如此，并不会令孔田慧如此不爽。孔田慧之所以如此不爽，乃是因为楚风此刻就站在那罗盘的边缘上，离开罗盘便将不受罗盘限制。那个时候释放出界灵，孔田慧便无法与楚风抗衡。可楚风明明可以离开罗盘，但他却偏偏选择不离开，这是对孔田慧赤裸裸的轻视，竟可离罗盘而不离。楚风，你什么意思？你这是看不起我吗？孔田慧怒声问道。不是看不起你，
而是想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世人只知道我楚风借灵之术有些造诣，但实际上我楚风乃是以修武为主。楚风说话间，还向前踏出几步，特意走回到了罗盘之中。奶奶的，竟敢如此轻视于我！小爷今日必须让你知道我孔田会的厉害。孔田会说话间，手腕一转，一把青色的长剑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中。看到这把长剑，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那乃是一把半程尊兵。半程尊兵在手，孔田会的战力顿时大增。紧随其后，孔田会便攻向楚风。孔田会攻势极强，可谓又快又准又狠。可孔田会越是表现的强横，人们越是惊叹，就连澹台引荐这等人物，目光也是变得凝重起来。半程尊兵在手的孔田会，战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可就是如此的孔田会，竟然难伤楚风分毫，这让人们不得不惊叹。楚风的战斗经验是何其强横，这战力也是远非常人可比。赤手空拳竟可抗衡手持半程尊兵的孔田会，此等战力太过竟然。难道说这便是神罚玄功的力量？此时就连老一辈的人物都是目露羡慕之色。先不说神罚玄功珍贵无比，就算可以修炼，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修炼的。神罚玄功本就极难。好家伙，你倒是有点本事。既然如此，那我孔田会可要不客气了，这一次必须打得你跪地求饶不可。孔田会的身上便涌现出了紫色的铠甲，那盔甲乃是光芒体，与紫色雷霆重叠之下，宛如紫雷铠甲一般。并且此时孔田会的战力竟然再度提升，已是从2品尊者提升到了3品尊者的地步。不用多想，人们也是知道孔田会这再度提升的力量并非是天赐神力，再强的天赐神力也不可能连续提升2品修为。所以孔田会此时身上的光芒铠甲乃是至宝。孔田会是凭借至宝的力量再度提升的修为，这下子楚风该当如何应对呢？难道说他的身上也有可以提升修为的至宝不成？人们看向楚风，发现楚风竟有恃无恐，不由猜测起来。万众瞩目之下，雷霆涌现，化为盔甲落于楚风之身。看着那奔腾的雷霆，众人惊叹连连。雷霆铠甲，想不到楚风小友他真的也解封了雷霆铠甲的力量。他们其实早就听闻楚风也解封了雷霆铠甲的力量，但是没有亲眼所见，自然而然不会相信，毕竟那传闻可是说楚风在5仙境的时候便解封了雷霆铠甲，可现在亲眼所见，他们却不得不信了。我擦，你竟然还解封了雷霆铠甲！莫说旁人，居然连那孔田会都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来吧，继续。楚风说道。来个屁，不打了，小爷认输。孔田会说道。认输。听得此话，众人颇感意外，本来还觉得孔田会可能是有诈，可谁曾想孔田会他不仅收回了手中的半程尊兵，还将天赐神力以及至宝的力量全部收回。此时他的修为已是回到了1品尊者，这家伙竟然是认真的。人们面面相窥，感觉匪夷所思。这也不能怪人们大惊小怪，实在是这个孔田会令人捉摸不透。这孔田会先前还口口声声喊着要杀了楚风，要教训楚风的，怎么一转眼就认怂了？你当真要认输？楚风问道。认输认输，打不过还打什么？小爷我服了行吗？孔田会说道。继续打，我想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楚风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还没完没了啊？你这不是咄咄逼人吗？我都认输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得得的，你说吧，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罢休？孔田会一改先前目中无人的态度，竟然露出了一副可怜兮兮的小模样，就好像是楚风来挑战他，逼迫他的一样。看着这样的孔田会，大家都觉得楚风可能就此作罢了。先不说孔田会此刻这个模样的确已是认怂，单单是孔田会的身份，楚风也不当畏难于他。毕竟真的要斗，连澹台天族这种势力都不敢与神体王城斗，何况是楚氏天族呢？可谁曾想，楚风淡淡一笑后，却再度开口：认输可以，但你需要因你先前的无礼向我家族长道歉。人们心中一紧，尤其是楚氏天族的族人，更是吓得脸色铁青。让孔田会向楚氏天族族长道歉，这乃是不可能的事。楚风不得无礼，就连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也是赶忙开口呵斥，生怕楚风这句话激怒了这孔田会。我还以为是什么，可谁曾想，那孔田会不仅没有生气的表现，反而转过身来，对着楚氏天族族长抱拳施礼。楚氏族长前辈，先前是晚辈无礼，还望前辈莫怪。这家伙到底什么人啊？此时大家真的是满头雾水。孔田会不仅道歉了，并且还一本正经，那叫一个认真。若非亲眼所见，人们简直不会相信，一个狂妄到不把这么多高手放在眼里的家伙会忽然认怂，并且还向先前他看不起的人道歉。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威逼利诱，最多就是楚风说了一句让他道歉而已。可是楚风根本没有真的威胁他，所以说就算是楚风诱导他道歉的，这一切也都是这孔田会自愿的呀。然而这还不算完，让人意外的一幕又发生了。怎么样，楚风兄弟，这下你满意了吧？孔田会走到楚风身旁，一把拦住了楚风的肩膀，那个亲昵的模样就跟他和楚风像是关系极好的兄弟一般。你都这样了，我还能说什么？不过你到底有何目的啊？楚风问道。说什么呢？我还能有什么目的？孔田会继续嬉皮笑脸，随后看向楚氏天族族长。族长前辈，您先前可是要准备宴席，记得安排席位，把我和楚风兄弟安排在一起啊。好，就这样安排。楚氏天族族长连连点头。可就在此时，一道飞鸟快速飞来，落在了楚轩正法的手中。那是一只传信飞鸟，落在楚轩正法手中后便化作光芒，融入楚轩正法体内。这种传信飞鸟很是常见，大家原本都没在意，可是谁曾想楚轩正法的脸色却是微微变化，且来到楚氏天族族长身边。有什么事直说吧。本来楚轩正法是想暗中传音禀报，但楚氏天族族长却忽然开口，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表示对诸位来宾的尊重。族长大人，虚空神术的结界似乎快要消散了。楚轩正法说道。此话一出，莫说是楚氏天族以及大千上界的那些老一辈人物，就连楚风也是神色大变。虚空神术为何地？那是大千上界6大神迹之一，乃是100年才可进入一次的修炼圣地。但若只是如此，不至于让楚风有如此大的反应。楚风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应，乃是因为那虚空神术之前曾有过异动。楚风前去观察后，居然在虚空神术上面发现了王强的字迹，所以楚风觉得王强很可能在那虚空神术之内。楚风兄弟，这虚空神术是什么地方啊？孔田慧问道。楚风并未理会孔田慧，而是仍在思索着什么。楚风不理自己，孔田慧道也是不以为然，而是直接看向了楚氏天族族长，问道：族长前辈，这虚空神术是什么地方？怎么我这楚风兄弟听到之后就跟魂都丢了一样？孔少爷，这虚空神术乃是我大千上界商道一处奇地，楚氏天族族长自然不会像楚风一样那般对待孔田慧，而是大概的讲述了关于这虚空神术的事情，竟是一处修炼圣地。难怪我楚风兄弟听到后会这个样子。我说族长大人，都说来者是客，既然这虚空神术即将开启，你干脆就别举办什么宴席了，直接带着我们这些人进去看看得了。毕竟大家都是修武者，没有什么比修炼的机会更重要。孔田慧说道。孔少爷说的倒是有些道理。见状，来到此处的各族之人也是纷纷说道：虚空神术开启，我大千上界所有人都可进入其中修炼。按理来说，诸位远道而来，乃是我族上宾，既然你们有意进入其中修炼，我族自当安排。可实际上，这虚空神术100年开启一次，而现在距离上一次那虚空神术开启还有着一定时间。这么多年以来，还从未见过虚空神术提前开启的，所以老夫觉得这虚空神术开启有些怪异。楚氏天族族长说道。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正所谓富贵险中求，修武一途更是如此。族长前辈，只要你能带我们去，至于是生是死，我们自己负责。你若是怕担负责任，我可以留下一封亲笔信，若是我真的出现什么意外，就将信函给我族人，保证不会怪罪于你们。孔田慧说道。孔少爷，你这楚氏天族族长面露为难之色，他自然不是害怕他们去虚空神术修炼。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其他上界的高手到大千上界的神迹之中修炼，这都是没什么的事情。楚氏天族族长就如同他自己所说一样，是怕担负责任。毕竟这里这么多强大的势力，若是他们出现意外，而对方族内有进行追究，楚氏天族肯定是扛不住的。楚氏族长，我倒是觉得孔少爷说的很对，我们都是修武者，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既然大家都想见识一下这虚空神术，还不如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淡台引荐说道。与此同时，其他各族的高手也是纷纷开口，表达了他们想去虚空神术见识一番的决心。族长大人，既然大家如此想去，那我们便去吧。就连楚风也是开口了。楚风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楚风本来就想立刻去虚空神术一探究竟，但若是举办宴会，考虑到礼仪问题，楚氏天族族长肯定不会放任楚风离开。毕竟这些人来到此处，实际上都是因为楚风而来的。这种情况之下，楚氏天族族长也是没有办法，于是说道：好，既然大家都有此意，我楚氏天族自然不会扫了大家这个兴致。说完此话后，楚氏天族族长又看向身旁的楚轩正法。正法呀，传下去，虚空神术开启。不过此次开启时间有些诡异，但也可能是神术有了异变。若是大家想去修炼，都可前去，但事关生死，谨慎考虑。遵命。楚轩正法抱拳应下。随后，这由来自各方势力的人马便浩浩荡荡的向那虚空神术所在的方向行去。途中，孔田慧一直缠着楚风，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反而是各种讨好楚风，甚至还要送楚风礼物。那个殷勤劲，简直就像是有阴谋一样。孔田慧，你说吧，你到底有什么事？你是有事要我帮忙，还是怎么样？楚风问道。楚风兄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直接说了。其实我孔田慧不是卑鄙无耻之人，我用那束缚罗盘来挑战你，实在是逼不得已，你得帮帮我，让我赢你一次，否则我孔田慧怕是性命不保了。孔田慧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这孔田慧乃是神体王城城主之子，谁敢伤他？而这孔田慧性命不保，又与战胜他楚风有何关系呢？到底怎么回事？能说清楚一点吗？楚风问道。楚风兄弟，事情有点复杂，你听我慢慢与你讲明。随后，孔田慧便为楚风讲述起事情的前因后果。但事情其实并没有孔田慧说的那么复杂。在神体王城，因为孔田慧的父亲太过风流，所以其实在其兄弟姐妹中，天才之辈还是不少的。这其中有一个男子是孔田慧同父异母的哥哥，此人叫做孔飞扬。这孔飞扬虽然已不是小辈，但只比孔田慧大50岁而已，如今也是未满200岁，但他却有着如孔田慧一般的修为，都是一品尊者。这孔飞扬与孔田慧从小便是不和，而其实九龙上界楚风大战灵狐鸿飞的时候，孔田慧以及那孔飞扬也都在场。孔田慧因有那可以限制结界之力的罗盘的缘故，当时便说若是他与楚风交手，楚风定然会败给他。那孔飞扬自然不相信孔田慧所说之话，便开始嘲讽孔田慧自不量力，二人当场争吵，争执不下。盛怒之下，孔田慧干脆放话说要挑战楚风，甚至以命做赌注。本来孔田慧是有把握可胜楚风的，但不曾想楚风的修为竟也是一品尊者，他知道很难战胜楚风了，无可奈何之下才直接与楚风交代了。还以为你真有什么危机呢，这不就是与人做个赌注吗？楚风鄙视的看了一样孔田慧，因为这孔田慧实在是太小题大做了。楚风兄弟，这可不是简单的赌注啊！孔田慧一脸凝重的解释。那倘若你赢了我，那个孔飞扬会自杀吗？
楚风问道。他这么无耻，肯定不会自杀的。孔田慧说道。那不就得了？楚风说道。那不一样，若是我赢了你，那孔飞扬会非常的没有颜面。楚风兄弟，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与他相差50岁，按理来说我的天赋是比他强的，可他就是一直不服我，处处针对我，我真的是受他的苦，受了太久了。孔田慧说道。那你为何不干脆直接动手击败他？这不是更能证明你自己？楚风问道。倘若我能战胜他，那还说什么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小时候我斗不过他，总是败给他。近些年我的修为虽然追了上来，可就是斗不过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他胜过我，但我没有胜过他。孔田慧说道。你天赋在他之上，随着时间推移，你迟早能够胜他。楚风说道。道理是这个道理，也的确是我心急了，但问题是这个赌约已经定下，当场不少同族兄弟都在呢，我若不能胜你，就是我颜面扫地了。孔田慧一双眼睛不断闪烁，那个样子就像女孩子的眼眸一般，委屈巴巴，楚楚可人，但在楚风来看，却怎么看都觉得有些恶心。行，我帮你。楚风说道。楚风兄弟，你此话当真？孔田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其实他很清楚，要一个顶尖天才当着那么多人面败给自己，这很少有人愿意，毕竟这是败坏名声的事情，所以他才软磨硬泡，放下身段来与楚风套近乎。当真？楚风说道。但是你需要跟我回到神体王城才行。孔田慧说道。行。楚风点了点头。哈哈，楚风兄弟，你可真是太讲究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走这一趟的，到时候给你介绍2个大美女认识。孔田慧说道。这个就不必了，礼品你也不必准备，美人计更不用使，我就是想帮你这个忙而已。楚风说道。不是，真的不是，我说的2个美女可不是寻常的美女。话到此处，孔田慧不仅露出了一个极为得意的表情，还冲着楚风挑了挑眉毛。这2位可是仙允妹妹和龙宁妹妹，这是谁啊？楚风问道。孔田慧目瞪口呆。你该不会不知道仙允和龙宁吧？不知道啊，是谁啊？楚风问道。我服了，楚风兄弟，你怕是痴心修炼修傻了吧？孔田慧像关爱智障一样看了楚风一眼，但随后还是为楚风讲述起了这仙允与龙宁乃是何方人物。原来那仙允乃是当今妖族圣城的最强小辈，而那龙宁则是祖武龙城的最强小辈。这2位不仅天赋料的，在孔田慧口中乃是堪比灵狐鸿飞和楚风的存在，这2位更是当今少有的美女。我跟你讲，楚风兄弟，想见他们2个可不容易，再加上他们不允许他人将他们的样子画下来，所以当今世人只是听闻过他们的美貌，却少有人见过。不过再过些时日，刚好是3城小辈聚会的日子，所以你有眼福了。到时候我把我那个不成器的妹妹也介绍给你。虽然我并不觉得我那个臭妹妹好看，但是那个丫头倒也是有些姿色，被她迷倒的男人更是数不胜数，因此我还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名字——3城之花。楚风原本听得还挺起劲，可忽然笑喷了。3城之花，你这是认真的吗？楚风问道。怎么了？是不是太优雅，惊到你了？孔田慧一副很得意的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楚风是在嘲讽他。优雅，优雅。楚风连连点头，但却笑得合不拢嘴。楚风不得不承认，孔田慧这个家伙在抛弃那蛮横无理的外貌，露出自己的本性后，与他相处倒还真是有点意思，甚至还有一点熟悉的感觉。如果非要说的话，楚风觉得这个孔田慧倒是有点像王强，也正是因为王强，才让楚风对这个孔田慧有了一定好感，这也是楚风为何答应要帮他的原因。喂，你们2个谈什么呢？就在此时，那关着的门忽然被推开，黎若初闯了进来。谁让你进来的？见到擅自闯入的黎若初，孔田慧顿时大怒。这是姐。楚风赶忙开口。哦，原来是姐姐啊。楚风开口后，孔田慧赶忙收起了自己愤怒的面容，还笑嘻嘻地说道：姐姐，你长得真好看，孔少爷能让我和楚风弟弟单独聊聊吗？黎若初笑眯眯地问道。可以，你们聊，我出去透透风。孔田慧笑嘻嘻地跑了出去，还主动关上了房门。此时这个房间之内便只剩下了楚风与黎若初。这个家伙是变脸怪吗？怎么变脸这么快？黎若初笑着问道。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楚风看向黎若初，和我家族长谈得怎么样？楚风和黎若初以及楚氏天族族长还有黎太乙是一同回来的，只是回来的时候刚巧碰到了孔田慧在挑衅，楚风便让黎氏天族族长和黎若初不要插手，而是自己站了出来。但是这件事情解决之后，黎氏天族族长以及黎若初还有黎太乙便找到了楚氏天族族长，想谈和解之事。本来楚风也应当一起去的，奈何那孔田慧一直缠着楚风，再加上楚风早就意识到孔田慧可能是有求于自己，所以便单独与孔田慧来这里谈，而黎若初他们则是与楚氏天族族长去谈。你家族长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莫说黎太乙有没有来，就算我家族常开口求和，就一定会答应的。更何况黎太乙还直接道歉赔了不是。黎若初说道。他当初可是要杀我家族长的，只是道歉便宜他了。楚风说道。虽然对黎太乙楚风仍有不满，可是得知楚氏天族与黎氏天族和解，楚风还是挺高兴的。毕竟黎月儿和黎若初都是黎氏天族的，的确是便宜他了。但我跟你讲，那老家伙这次可有诚意了，都向你家族长跪下了，你知道吗？他那么自负的人能做到这种地步，绝对是很不容易的。黎若初说道。是吗？就连楚风都感觉有些惊讶，毕竟他也看得出来，那黎太乙是一个很要脸面，并且也是有些倔强的人。是啊，我可是亲眼见到的。不过之所以如此，还不是因为你，我的楚风弟弟，你可是吓坏了我族不少人啊。黎若初说道。
若初姐，你可知道孔田慧的妹妹叫什么啊？楚风问道。我知道啊，孔慈，那个丫头，据说很美。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天赋利奥的，似乎还要在孔田慧之上。3城之中，神体王城有孔慈，妖族圣城有仙玉，祖武龙城有龙宁。这3个小丫头，不仅个个天赋利奥的，据说也都是美若天仙。又因为3城皆是退隐状态，所以世人称她们3个为不染凡尘的3仙子。黎若初说道：“真想看一看这3个丫头到底长着什么小模样。”说这话的时候，黎若初竟然双眼冒着金星，露出了一副花痴相。看来她不是说的，是真的很想看看那3个丫头。可是楚风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楚风一路走来，见过太多小辈中的美女，尤其是天赋像竞者，虽然表面和谐，但实际上明争暗斗，很不和谐。最主要的是，这些女子都不是省油的灯，自己不仅是楚轩辕之子，如今更是祖武十星的第1位。他到了神体王城，遇到这样3个丫头，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短暂的交流之后，楚风便与黎若初走了出去。孔田慧本就善于言谈，再加上性格开朗的黎若初，他们3个一起聊天，那叫一个热闹。不过楚风发现，孔田慧非常爱吹牛皮，他不是吹自己修为多厉害，而是夸自己有品位、有学识。实在受不了自夸的孔田慧，楚风便忽然看向黎若初，问道：“若初姐姐，你先前说那龙宁、孔慈、仙云被誉为是不染凡尘的3仙子，对吗？”“对啊，怎么了？”黎若初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楚风，“不对吧？我怎么听说有另一个叫法？”楚风说道。“是什么呀？”黎若初一脸好奇地看向楚风。“3城之花。”楚风说道。扑黎若初露出了与楚风先前一模一样的笑容，随后看向楚风：“你怕是被哪个傻子给骗了吧？”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忍不住笑了，随后看向了孔田慧。本以为孔田慧此刻会颇为尴尬，可谁曾想孔田慧一脸无所谓，且说了一句：“3城之花这个称谓当真是极具韵味，不知是何等学识的才子才能想得出如此优雅的名字。”什么？听得此话，黎若初露出了一副迷茫的表情，而楚风则是忍不住暗道：孔田慧这个家伙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怕是除了王强，没人能与他相比。一番赶路之后，这集结了各方势力的浩瀚人马，终于来到了虚空神树之前。此时，虚空神树之外的结界不仅已经彻底消失，虚空神树更是闪烁着奇特的光芒。那光芒乃是淡金色，覆盖整个神树，给人一种无比神圣的感觉，并且在神树上面竟然出现了无数花朵，那都是淡粉色的花朵，似牡丹，很漂亮。真是想不到，竟是传说中的神之盛放。看到神树的变化，楚世天族族长满面惊骇。不仅是他，楚世天族以及大千上界的许多族人也都是神色复杂，目露金色。族长前辈，这神之盛放是什么意思？孔田慧好奇地问道。虚空神树的结界100年开启一次，可在此期间进入其中修炼，这乃是一个定律。但传闻虚空神树会自己打破这个定律，那个时候结界不仅会消散，神树还会开满花朵，这便是神之盛放。只是我族来到大千上界这么多年，从未见过神之盛放，本以为那是谣言，却不曾想这传说中的一幕竟然真的出现了。楚世天族族长说道。楚世族长，那这神之盛放是不是预示着在这期间进入这虚空神树内修炼，取到的效果会更好？有人问道。在此期间，虚空神树内的天地能量的确更为充分，但实际上虚空神树内修炼主要是依靠虚空神树内的一种绿色的果实，这果实可以吃了之后可以转化天地能量，甚至让人头脑清晰，顿悟修武之道。我们将其命名为神树果实。在虚空神树时期，这种神树果实会成倍的出现，比之平时多少不少，并且据说还会出现一种金色的果实，只是这金色的果实并不是用来修炼的，那是用来做什么的？孔田慧抢着问道。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是齐刷刷地盯着楚世天族族长，他们都意识到这金色的果实肯定比那绿色的神树果实更为厉害，他们都想知道这金色果实到底有何功效。据说虚空神树内有着一座神之大殿，神之大殿内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而金色果实便是可以进入神之大殿的入场券。楚世天族族长说道。这么说来，我们这次还真是来对了。听得楚世天族族长一番话后，在场的各方势力强者都变得兴奋起来，都觉得是遇到了一场难得的机遇。族长大人，就在此时，一位长老来到楚世天族族长身旁，悄悄地对楚世天族族长说了一些话。听闻这些话后，楚世天族族长顿时眉头皱起。怎么了，族长大人？楚风以及楚轩正法等人同时问道。在我们之前，有一伙人已经进入了虚空神树，这伙人并不是我大千上界的人，并且实力很强，并且他们似是有备而来，就好像早就知道这虚空神树会在近期神之盛放一般。楚世天族族长说道。难道还有人比你楚世天族更了解这虚空神树？众人纷纷问道。具体怎么回事，怕是还要找到这些人才能知道答案。楚世天族族长说道。咱们今日这么多高手聚在此处，管他们是什么人，咱们都不怕。族长大人，咱们还是进去一探究竟吧，免得被那些人抢得先机。若是那金色果实都被他们夺走了，那你楚世天族可就亏大了。此言在理，我们还是先进去吧。此时众人纷纷开口相劝，他们恨不得立刻进入其中，尤其是在得知已经有人先行一步的情况下，但是他们总要给楚世天族族长一个面子。楚世天族族长不开口，他们也是不好直接进去。诸位皆是我族上宾，而虚空神树本就是开放状态，若是在其中得到什么宝物，都归各位所有。楚世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众人面露喜色，他们等的就是这样一句话，那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神树内的宝物了。但是
诸位都是我处世天族的客人，我希望诸位不要因为宝物这种东西而伤了和气。处世天族族长继续说道：楚兄，你便放心吧，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些宝物就大打出手的。许多人都是纷纷保证道。最后一点，神之盛放只在传说中听闻过，我族从未经历过，对于这神之盛放其实并不了解，这其中是否有危险也是不得而知，所以诸位进入其中请务必小心。处世天族族长又补充道。随后众人便一同踏入了虚空神树之中。虚空神树极大，进入其中错综复杂，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古怪的远古丛林。但其他的远古丛林就算树木参天，也是由无数棵树木组成，但这虚空神树却只是一棵树木而已。可就算这棵树木再大，也终究有限，对于这些修武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然而当人们进入其中之后，才发现这虚空神树远比他们想象的神奇。越是深入，这虚空神树的内部越是宽敞，他们根本不像是走入了一棵大树之中，更像是走入了一个世界。没人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而一路深入，偶尔也会发现绿色的果实，也就是所谓的神树果实。起初人们还很激动，甚至有着抢夺的架势，但处世天族族长却是提醒，这虚空神树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无边无际，若是原路返回倒是可以走出去，可若是继续深入，根本就走不到底。而越是深入，那神树果实便是越多，并且等一下会进入一片极为宽广的区域。进入那里之后，四面八方都可以深入，深入之后果实更多，那个时候大家便可以分散开来，可以各自去寻找神树果实，根本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去争抢。听得此话，众人起初还有些怀疑，可是随着深入，那绿色果实竟然真的开始变多，这让人们不信都是不行，所以大家倒也没有争抢，而是谁先看到谁就去取。一路走来倒也和气，当然这其中也有异类，这个人便是孔田慧，其他人都是果实离谁近谁就去拿，其他人并不会去抢，但孔田慧却不一样，他就跟强盗一样，他是会去抢的。所以一路走来，很多人一颗神树果实都没有拿到，但孔田慧已经抢了上百颗。楚风兄弟，你怎么不抢啊？这果实还挺好吃的。孔田慧又抢了一颗果实，一口一口的吃着，还真被说，看他那个吃相，倒是可以看出这果实味道应该不错。来者是客，你们先取，进入后面我自然会去取。楚风说道。这是我给你的，你尝尝。姐姐你也尝尝。孔田慧将2颗神树果实分别递给了楚风，楚风和黎若初倒也没有拒绝，而是在接过果实之后直接咬了下去。这神树果实大小和形态都和苹果有些相近，但是水分很多，口感更像是在吃梨子，不过比梨子更美味。最重要的是在入口之后会有浓郁的天地能量直接进入体内，可以很轻松的就将其炼化，同时也有着一些明目提神的作用。这果实对于其他修武者来说也许有用，但对于楚风来说作用其实不大，因为楚风的体内已经积攒了颇为浑厚的天地能量，楚风缺的只是领悟修武之道，掌握突破的契机罢了。虽说这神树果实也蕴含一丝修武之道，但对于楚风来说这难道是微乎其微。此时楚风终于知道为何虚空神树这种修炼之地，处世天族没有霸占，而是允许所有势力进入修炼了。这里天地能量很浓郁，再加上这神树果实的确会对修炼提供一些帮助，但这帮助的程度也只是一点而已。所以此时楚风对这神树果实已经没有了兴趣，倒是那金色的果实楚风颇感兴趣，但楚风最关心的还是王强。这里这么大，要到何处去找王强呢？这个家伙在这种地方待了这么久，会不会在开启的第一时间就跑了出去？楚风有些担心，怕找不到王强，但同时也怕王强遇到什么危险。楚风兄弟，美女姐姐，等一下，到了那宽广的区域，大家为了争取更多利益，势必会分开，咱们还是一起吧，到时候有个照应。孔田慧对楚风和黎若初说道。好啊，楚风和黎若初都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什么人？就在此时，在浩瀚人马的前方，忽然有人大喝一声。听得这声大喝，所有人都是赶忙停下步伐，将目光望向前方。原来前方就已是处世天族族长所说的可以分道扬镳的区域，但在那辽阔的区域内却站着一个人，这是一名年轻的男子，他的穿着有些特别，那是树皮所制的木质铠甲，与这虚空神树一模一样，并且就连他的身上都散发着虚空神树的气息，就宛如他与虚空神树乃是一体一般。忽然间出现一个人，敢拦在这么多高手面前，并且目光还有些不善，所有人都是目露凝重之色，不敢大意。可是当楚风看到此人之后，在其内心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楚风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尽管这个青年气质极好，宛如仙人一般，可是他的长相，他的面容，楚风却是如此的熟悉，那不正是王强吗？王强。见到王强，楚风立刻动身，想到王强身边。楚风小心。然而楚风还未靠近王强，便被处世天族族长拦了下来。族长，我认识他。楚风说道。听得此话，许多人都是不由自主地看向楚风，显然对于楚风所说之话，人们还是感到意外的。尔等废物也配来夺我之宝物？就在此时，王强忽然开口了，他的声音依旧是王强的，但是语气却很是古怪。王强，你怎么了？你不认识我了？楚风问道。如你这等废物，怎么配认识我？王强藐视地看了楚风一眼。楚风小友，看来你是认错人了。众人纷纷开口。而此时澹台引剑身为此处的最强者，已是站了出来，他来到浩瀚人马的最前端，与王强形成对峙之势。你一个小辈，口口声声辱骂于我辈，未免太没礼数了吧？澹台引剑说道。此处的确有很多小辈，但却不是我，而是你们。王强的嘴角露出了讽刺的笑容，看来不给你一些教训，你是不会好好说话了。
话音响彻之时，澹台引剑的威压已是横扫而出，九品尊者的威压瞬息覆盖天地，如无形的千军万马向王强压迫而去。只是下一刻，澹台引剑却是神色大变，目光呆滞。哼，如你这般废物，也敢对我出手？只见王强的嘴角掀起一抹冷笑，随后大袖一挥，紧接着噗的一声闷响传来，那澹台引剑被轰飞而去，落地之时已是血肉模糊。虽然还有一口气，但此时澹台引剑已是丧失了行动能力。毋庸置疑，这位浩瀚人马中的最强者已是身负重创。此一时，众人再度看向王强，眼中或多或少都是涌现出了恐惧之色。显然，眼前的这位青年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小辈，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甚至强大到他们无法估量的存在。你们也莫要怕，我本不想出手，乃是那个废物对我出言不逊，我才出手训之。至于你们，废物虽是废物了一些，但我也不会无缘无故将你们赶走，只是后辈无人，着实令我失望。王强忽然发出了声声感叹，恕晚辈冒犯，敢问前辈，您到底是何方神圣？与这虚空神术又有何关系？此时，处世天族族长忽然抱拳施礼，他竟以晚辈自称，你这个小辈虽然也是废物，倒是有些礼数。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既然遇到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本是你们的气运，是你们的机遇，只是奈何你们的实力实在太弱，若是让你们自行探索，怕是难有收获。失望归失望，可也没有办法，就让我来帮一帮你们吧。话到此处，王强缓缓抬起手掌，在他的掌心竟出现了一道光华，那光华乃是白色，但却蕴含着结界之力，并且还有雷霆涌动。忽然，王强那萦绕光芒的手臂抬起，紧接着自浩瀚人马的头顶之上，竟有一道巨大的光芒出现，笔直的落下。而当那光芒消失之时，那些被光芒笼罩的人竟然全部消失不见。人们还没反应过来，王强已是再度出手，又是一道光芒落下，而被光芒笼罩之人同样全部消失。见到这样的局面，许多人都是害怕极了，毕竟谁都不知道这个强的可怕的家伙到底将那些消失的怎么样了。是抓走了倒也还好，可倘若是直接将那些人抹杀了呢？想到此处，许多人转身便逃，想要摆脱这个可怕的家伙。然而那些想逃之人刚刚动身，那光芒便出现在他们的头顶，将他们全部笼罩，并且随着光芒的消失，他们也随之消失。接下来数道光华不断落下，顷刻之间，这集结了诸多势力的浩瀚人马竟几乎全部消失，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楚风。楚风与王强四目相对，王强没有说话，可是看向楚风的目光却有些古怪。你是谁？你竟……我的朋友怎么了？楚风问道。事到如今，楚风也是觉得眼前这个人可能已经不是王强，搞不好王强是在这虚空神术内招惹了什么东西，肉身被控制了。然而那王强不仅没有回答楚风，反而在嘴角掀起一抹诡异的弧度，紧接着他手臂抬起，一道光芒便在楚风头顶形成。楚风还来不及闪躲，那光芒已是将楚风笼罩，身体被光芒所笼罩之后，楚风根本无法动弹，只感觉整个人飘了起来，跟随一股无形的能量快速移动。终于光芒消散，楚风双脚落地。尽管那推动楚风的力量消散，可是惯性却在，这导致楚风落地之后根本无法站稳，快速向前跑了几步后，竟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要知道楚风可是尊者境的高手，这等修为若是回到九州大陆，那是真正的毁天灭地的存在。可哪怕具有如此本事，楚风还是无法站稳，可见刚才的移动速度究竟有多快。所以大家都是安全的。楚风虽然趴在地上有些难堪，可是他却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眼下自己虽然动作难看是难看了一点，可他的身体却是毫发无损，这多半说明先前的光芒并未伤害众人，那只是一种传送力量。难怪那光芒之中能感受到结界之力。楚风站起身来，准备打量四周，竟然还在虚空神术之内。明明先前那么快的移动速度，看来这里还真如族长大人所言，简直大得离谱。楚风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还是虚空神术之中，可是很快楚风的目光便被前方所吸引。在楚风的前方有着一颗果实，这一颗果实桃子大小，但外表来看更像是西瓜，尤其是上边的纹路与西瓜简直一模一样。但是这颗不是一颗寻常的西瓜，这颗西瓜乃是金色。最重要的是，楚风堂堂一个尊者境的修武者，一代圣袍界灵师，看到这颗金色的西瓜后，竟然发自内心的产生了一种敬畏感。这颗金色的习惯竟然散发着连楚风都会对其产生敬畏的王者之气。我擦，我不是做梦吧？楚风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碰巧遇到了那传说中的能够进入神之大殿的金色果实，但楚风却又觉得难以置信，毕竟这也太巧了一些。于是向来谨慎的楚风开始再度打量四周，并且运用天眼观察周围，以此确定周围物体的真实性。而天眼之下根本毫无破绽，因为不仅周围的树木看着像真的，就连周围的一些绿色的果实也是如此的真实。楚风探手一抓，一颗绿色果实到手，楚风直接张开大嘴便吃了几口，发现无论是口感还是那种气息，都与之前吃的一模一样。看来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是按族长大人所说，这金色的果实应该很少见吧？难道说那传说如此的不靠谱吗？尽管有如此感叹，但楚风却仍然不敢大意。于是他开始运用自己的天眼仔细观察这金色果实，但观察片刻后，但却看不出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于是楚风便探手一抓，可是明明楚风却发现那金色的果实明明就在那里，楚风却根本就无法将其隔空摄取而来。难道非要亲手去摘？没有办法，
楚风只得亲手去采摘那金色的果实。可是刚一触碰到那金色的果实，楚风的周围便立刻产生变化。只在一瞬间，楚风就好像从虚空神树落入了无边地狱，周围满是岩浆，岩浆之中散发着血腥之气，且在岩浆之中更是有着无数的人类，他们身体淹没于岩浆之中，脸上布满痛苦之色，发出阵阵惨叫。而再看楚风的手中，金色的果实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乃是一个火红的石头，是幻象。楚风本以为一切都是幻象，可是很快，楚风的手上便传来痛感，定目一看，自己的整个手掌都被焚烧得几乎融化，这感觉竟如此真实。哪怕如此，楚风也没有放开手中的石头，因为楚风觉得一切都是幻象所致，自己手中握着的根本就不是火红的石头，而应该是那金色的果实。尽管楚风坚持着，可是那痛感越来越强，那石头焚烧的不仅仅是肉体，乃是楚风的灵魂。最关键的是，楚风的肉身竟然无法修复。很快，楚风的手中便被彻底焚烧殆尽。楚风本想用另一只手去握住那果实，可楚风却发现那果实竟然化作一缕光华，消失不见。无奈之下，楚风不得不再度运用天眼观察，想要找寻那金色果实的下落。可天眼之下，但不仅查找不到金色果实的一丝气息，甚至就连周围的场景竟也没有任何变化，就宛如此时的无边地狱也是真实的一般。这下可是不妙了。楚风眉头紧皱，眼中少有的涌现出了一丝慌张，这该如何是好？在天眼都无法看出任何破绽的情况下，楚风知道想要离开这幻想之地，便只能依靠自己了。但这哪有这么简单？并且虽说楚风没有陷入那岩浆之中，可此处却非常的炙热。楚风无论是用结界之术还是武力，都无法阻挡这种炙热感。在那炙热气息的焚烧之下，楚风的灵魂都难以承受，短时间之内还不会有什么，可若一直这样下去，莫说楚风的身体扛不住，怕是楚风的性命都会不保。不过楚风也并未因此乱了阵脚，楚风很清楚，若是危急时刻，越是需要保持冷静，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与此同时，楚氏天族族长等人也是被传送到了虚空神树的另外一个区域。只不过与楚风不同的是，楚氏天族族长他们可并没有落单，他们这里聚集着上万人，并且有着许多势力的人。这些人同时落到了这里，并且还发现了一颗金色果实，只是这颗金色果实与楚风所发现的那颗却是有着一些区别。楚风的那颗果实像是小型的西瓜，而这颗金色的果实则更像一个金色的核桃，它给人的感觉就很坚硬，但却不具备楚风所见到的那颗金色果实的王者之气。而最为碰巧的是，这颗金色果实刚好距离楚氏天族族长最近，因此按照之前定下的规矩，这颗金色果实应当属于楚氏天族族长。可是这可是金色果实，传说中能够进入神之大殿的入场券，谁会甘心将这样的机会拱手相让？真是想不到老天爷如此眷顾于我，这要巧就被我遇到了这传说中的金色果实。一位老者看到那颗果实之后，顿时不仅双眼冒光，更是直接探手一抓，想要直接将那颗果实隔空摄取而来。这位老者乃是莫夷天族的长老，名为莫夷晴。这莫夷晴实力不俗，拥有着7品尊者的修为。可是哪怕是他这样的修为，隔空出手之后，那金色果实竟然纹丝不动，并且在金色果实之外还闪烁其特殊的光华。这果实有守护结界，想要将其带走，必须将这结界破开才行。只是这结界似乎有些古怪，该如何破解，还需仔细观察一番才行。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楚修，这不是重点吧？”就在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这位说话的乃是黎氏天族族长黎氏龙王。黎氏龙王此刻脸色很不好，尤其是当他的目光看向那莫夷晴的时候，眼中更是充满鄙视之意。莫夷长老先前立下的规矩乃是果实离谁近者谁便得知，你刚刚是在做什么？是想强行夺取不成？原来黎氏天族族长如此不高兴，是因为先前莫夷晴想要强行将那颗金色果实夺走。哼，黎氏龙王，你这是想要出头不成？莫夷晴投来不屑的目光，我只是想遵守此处的规矩。黎氏天族族长说道。那倘若我不遵守这规矩呢？莫夷晴说话之间便向黎氏天族族长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那7品尊者的威压更是变得凶悍至极，他每踏出一步，脚下都会剧烈震颤，哪怕在场的诸多修武者也是难以站稳。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尊战神，威风凛凛。忽然一股威压横扫而出，竟直接将那莫夷晴击退开来。是黎氏天族族长，那威压不仅是来自于他，并且那威压还是8品尊者。8品尊者，你竟已踏入8品尊者。感受到黎氏天族族长的气息，那莫夷晴也是非常意外。多年之前，他便与黎氏天族族长相识，那个时候他便已是7品尊者，而黎氏天族族长的修为不过是6品尊者而已。虽然后来黎氏天族族长的修为也踏入了7品尊者，但那已是多年后的事情。正因为自己踏入7品尊者的时间较早，所以他才觉得若是交手，他并不惧怕这黎氏天族族长。但他失算就失算在，没有想到黎氏天族族长进步竟然如此之快，现如今竟已是8品尊者。不是每个人都如你这般资质平庸，停留在一个境界多年而没有长进的。黎氏天族族长一脸讽刺地看着莫夷晴，黎氏龙王，你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区8品尊者而已，只是这个修为，你便胆敢与我莫夷天族为敌了吗？莫夷晴满是怒意地问道。老夫可从未说过要与你莫夷天族为敌，我只是对于你这种行为看不过去罢了。倘若你回到莫夷天族，你族内也都觉得你这样做没什么不妥，反而要找我麻烦，那我黎氏龙王也绝不会惧怕你族。黎氏天族族长本就身材高大，并且嗓音洪亮，他站在这里
一双凌厉的眼眸凝视着莫移晴，倒也让莫移晴心里发虚。尤其是当莫移晴发现离世天族族长的修为在他之上后，他就更是惧怕了。更何况他也很清楚，今日抢夺金色果实乃是他的一己私心，若是禀告族内，怕是莫移天族也会惩罚于他。